发财了！阿平今天的青菜竟然大卖了，他更是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卖菜，足足让阿平赚够了5000块钱呢。你看他抱着孩子现在可开心了。最后阿平还买了一双漂亮的蓝色雨鞋，这样阿平以后要是背着孩子走在湿滑的道路上卖货，就不会担心摔倒了。我们知道上一期阿平在自家地里采摘了3种不同的青菜，收拾就准备背着孩子带着青菜出发了。正好这时候屋里传来了孩子的声音，阿平抬头一看，小家伙也醒了，这样也刚刚好，一会儿让孩子也看看山下的热闹生活。其实阿平今天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，如果今天卖东西赚钱了，就要买一双结实的鞋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莫名有点激动，毕竟那是他忙活了好久和盼了好久的愿望。背好孩子，他开始往山下走。这一路山风拂面，但脚下的路依旧不好走，山里的生活看似宁静，其实处处艰辛。转过一处山坳，前面是一个他从没去过的小村子，离家也不远，有时也热闹得很。他打算今天就在这儿卖菜，卖完就能顺路去买鞋，不用跑到太远的集市。村口有家简陋的早餐店，油香味飘得人直咽口水。可阿平只是笑了笑，他早就习惯了不吃早饭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他在路边找了个阴凉的角落，把竹筐放下，地上摆着昨天采好的空心菜和野菜，虽然采摘的并不多，但看着也挺新鲜的。阿平一边叠菜，一边心里盘算着，今天要是卖的不够，实在不行就再贴点积蓄，反正鞋是一定要买的。这一双鞋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生活用品，可对他来说是一份安全和一点尊严，也是他继续上山干活的底气。孩子在怀里又睡着了，小脸红扑扑的。前几个顾客虽然买的不多，但总算开了张。紧接着又有村民陆陆续续的过来问价挑菜。太阳越升越高，天气也越来越热，孩子裹在怀里，阿平不时低头调整，生怕小家伙闷到。好在运气不错，不多一会儿菜就卖得差不多了。最后来了个热心的大叔，看他汗流浃背地抱着孩子，干脆把剩下的全买了，说要拿回去炒着吃，熬汤喝。阿平连声道谢，把钱小心地收进口袋，数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他心里一阵踏实。抱着孩子，他走在村口的石板路上，远远望去，村子比山上热闹多了，人声、车声、叫卖声交织在一起，让他觉得这一趟下山真值。走了好一段路，终于看见那家熟悉的五金店。这家店他早就惦记着了，每次路过都忍着没进去。今天他终于鼓起勇气推开门，架子上摆着一排排崭新的劳保鞋，他挑了双结实的，穿在脚上正合适。那一刻他忍不住笑了，这1年多他上山下地全靠一双旧拖鞋，今天终于给自己换了个新的。钱花完了也没关系，只要还能上山还能种地，钱总会再挣回来的。他背着竹筐，怀里抱着孩子，一步步往回走。今天的目标终于完成了。